新栽的果树要一次修剪到位吗？有的人建议移栽后先养树苗1年，然后再进行冬剪塑形，否则会影响根系的生长。我是问了几家卖树的苗圃还有网站，都建议我尽早种，马上修剪。我回想前几年种树的经历，也觉得这种方式更好，理论上能节省1年的生长时间，否则营养都浪费在了需要修剪掉的没用的枝子上了。所以我干脆趁着这次又新种了很多果树的机会，再次实践检验一下，看看新栽种果树一次修剪到位是不是更好的选择。今年3月初的时候呢，我又种下了将近20棵的果树苗，种下之后就忙别的事儿去了，也没顾得上及时的给它修剪。这会儿终于有点时间了，赶紧过来把这些小树苗给它修剪好，让它一次成型，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。这一片呢是去年我种覆盖作物的地方，这块种了普鲁特，还有李子，还有梨树和桃树。像这一棵呢是普鲁特，也就是杏李。这棵普鲁特当初发芽比较早，发过芽之后又遇到倒春寒，上边有些叶子已经被冻伤了，这些都是要剪掉的。像是普鲁特呀，还有李子、桃树啊，我这边主要就是留开心型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多余的枝条给它剪掉，然后留一个合适的高度给它定干。像这一棵呢，它有2个侧枝，但是夹角实在是太小了，这一个比较弱小一些的我就不留了，给它直接剪掉。把这一条长得比较强壮的给它留下来，可以拿一个立柱定在旁边扶正。因为主要是要留自然开心型嘛，所以它现在的整体高度呢是比较高的。我一般是留50-60厘米左右，这个高度在我这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。考虑到它的综合的生长情况，还有以后割草呀维护方便，所以我就大概量一个60厘米左右，然后从这儿给它截掉，上半部分呢就不要了，就这样给它定干，定这样一个高度了。这样留一个斜的角度给它剪掉。这样新移栽之后呢，就一次成型，把预留的高度还有想要预留的枝条都给它保留好，其他的就给剪掉，这样就不会无端消耗过多的养分了。接下来这一棵呢是向心李，本来当初买的时候是买了2棵不同品种的普鲁特来相互授粉的，但是当时有一棵是没有了，所以商家给我替换了另外一个向心李，也是能够给杏李来授粉的。这棵小苗的特点呢，就是长得分枝太多了，太乱了，因为要留的是自然开心型嘛，所以我就选一条粗壮的主干，直接给它按60厘米的高度定干，然后其余的分枝呢，暂时就先给它都去掉了，因为这些分枝的位置实在是有点太低了，还是在大概60厘米的高度给它定干，就要这么高了。接着就是往下边这些小枝都给它剪掉。其实如果要是不想留60厘米的高度，而留的比较矮的话，那自然开心型可以留下边的3个这种分枝，这样就可以把这儿剪掉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下边就太低了，因为到地面就只剩下20厘米多一点了。这种呢，将来维护呀，或者是割草什么的都不是特别方便。目标定好了之后呢，这些侧枝就都没用了，直接给它剪掉就可以了。这样给它去掉，再换个角度修剪，这条也去掉。这儿还有一个，这夹角太小了，剪刀都插不进去。哎呀，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惨，侧枝都没了。不过侧枝剪掉之后呢，这些枝芽就会迅速的都发展起来了，因为养分节约下来了嘛。这样的话对未来是有好处的。接下来这一棵呢是一棵白桃树，这棵白桃树也是有不少的分枝的，有些分枝的位置呢还是比较合适的，所以要考虑一下留一些分枝出来，这也是留自然开心型的。这些西红柿笼子我给围在周围是为了防鹿的，当时外边的网还没有弄好，所以暂时的给它防鹿，这样看起来稍微不是特别清楚。我这样先拿掉一个笼子，这样看得清楚点儿。这一棵呢，上边分叉这地方大概是有60厘米多一点点，我就先保留这样一个侧枝了。从这儿给它把顶去掉，然后往下看呢，其实像这种角度还可以，不过这个分枝已经受伤了，已经断掉了，所以直接给去掉就可以了。看这儿已经是坏掉了。然后这一棵呢，这面看起来不错，不过看侧面这些地方都是受伤的痕迹，所以也没有必要给它保留了。这两边也没有特别好方向的芽点，所以这一条就不要了。
而且桃树其实生长速度是特别快的，不用太过担心。现在看起来呢，已经保留的枝干就像是 Y 字形了，就是这条还有这条。不过到了秋天呢，再一看就会有好多新的枝条长出来，然后到冬天冬剪的时候，可以再留2条方向比较好的、位置比较好的这种枝条留下来，作为下一年的主干继续生长。当然，这条是我们需要保留的。像这样小的侧枝是没有必要留下来的，可以先给它剪掉。这边也是给它剪掉。接着往上走，找一个位置比较好的向外侧生长的芽点。现在就是这条比较好吧，我从这儿给它截掉。这样的话，期待的是让这个芽点继续朝外生长。一般这种新树呢，小枝上面要想让它生长的壮一些，那就是留3、4个芽点，然后给截掉就好了。不过也要看芽点它的位置，所以你留3、4个呀，或者是5、6个、6、7个，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，主要是能长到一个特别好位置的芽点。像这边这一条小侧枝呢，这儿有一个向外侧生长的芽点，暂时先留下，从这儿给它截断。然后下边大概还有个4个节点吧。行，这样一刀给剪下来。其实看现在留下的这个侧枝，它的夹角是太小了，都不够45度，所以还需要稍微的拉一拉，让它能够达到45度以上，大概50度左右的这个倾角吧。不过这只是一个备选，如果到夏天秋天的时候有更好位置的枝条能够快速生长起来的话，那我会留更好位置的那些枝条。接下来这棵桃树呢，也是在美国比较流行的桃树品种 Red Heaven， 是一种黄桃的品种，还是挺甜的。这棵树我也是留自然开心型，先给它定一个高度，也是大概是60厘米左右吧，从这儿给它截掉。这上面要保留的这条侧枝，给它留几个芽点，然后从这儿给剪掉。这样的话，它能快速的生长。下边的这条和这条小侧枝呢，它太弱了，我就这样留芽给它修剪。这个也是，这样能让它重新发枝。再往下的这一条呢，角度太小了，拉也不好拉，而且位置呢相对来说也太低了，我就不保留它了，直接给去掉。我这地里边啊，去年秋天种下的覆盖作物，这是混合了10种蔬菜的。看这种开黄花的是羽衣甘蓝，然后像左手边呢是黑麦。这黑麦呢才1、2周的功夫，天气暖和了之后就迅速的长高了。这些我还得给它采一采，以免到时候影响这些小树的生长。看我就是这样把离树比较近的给它采倒，而不是割掉，这样的话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，起到了覆盖的作用。这覆盖作物里边呢还有豌豆，看这豌豆长得还是不错的，掐一掐的话能掐出不少的豌豆尖了，这还是挺好吃的。还有像这种比较嫩的羽衣甘蓝的嫩尖，虽然是有花台了，但是还是挺好吃的。这边这一棵呢是大武陵山楂，这山楂呢在我这地方生长速度还是挺慢的。现在树形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暂时就先这样吧，就先不修剪了，到冬天冬剪的时候再看了。刚才注意到是有一些干掉的枝子，这种干掉的枝子呢，给它稍微的剪一剪。这边这棵光杆的是亚洲梨，亚洲梨呢，一般我们就是保留主干型让它生长，所以这高度呢，目前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主干型嘛，上边这个芽点就让它继续的往上生长，然后其他的侧枝长出来之后也再保留一些。看这棵树，这么小的树，这地方这个芽点出来已经有花苞了。像这种小树呢，我们刚种下来，花苞还是不需要保留的，可以到时候给它清理一下。接下来这一棵是另外一种亚洲梨品种，这是Atago，是个头特别大的那种亚洲梨。像这种分枝比较多的梨树呢，后边可以有2个选择吧，一种就是保留这些分枝，然后给它拉枝，拉到45或者是50度倾角的样子，让它这样生长。第2个选择呢，就是给它留下大概4个芽点吧，然后选一个朝外的芽点给它截掉。像这条呢，我就留下向外的这个芽点，然后从这儿给它截掉。这样的话，上边这些呢就不会无端的消耗营养了。这种短节呢，能让这种小枝复壮。这条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给它处理一下，这样给它短节。
其实像这种小枝，即使给它做短节处理的话，因为这儿张角实在是太小了，也还是要适当的给它撑开一些的。然后像这棵树苗，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，它是这里保留了一条侧枝，但是这条侧枝的夹角实在是太小了，而且跟主干竞争。我如果给它短节呢，这夹角也打不开了，因为这棵已经有点太粗了，所以我干脆就不要了。这样的话就没有跟主干竞争的侧枝了。哎呀，这剪刀有点太钝了，一下居然没剪下来。下边的其他的小枝，先给它做一些短节的处理。最后一条，因为梨树呢，它发枝的能力啊，不像是苹果树或者是桃树或者其他树的那么强，所以我的方针呢，就是尽量多保留一些侧枝，这样的话，将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。看旁边的这棵去年已经被鹿啃得不行的亚洲梨树，现在叶子长出来之后呢，看起来也还凑合吧。其实当初这些位置，看现在只有一个很小枝了，这些位置是有往出长的很好位置的侧枝的，都被鹿给我扯断了，只能再重新慢慢的给它培养了。这一棵比较大的黄桃树呢，开花比较早，花已经都落掉了，很快呢果实就会出来了。这是另外一棵被鹿破坏的不行的亚洲梨，主干已经没了，完全被咬断咬没了。这棵要恢复起来可难了，让它慢慢长吧。还有这棵油桃树，3主干其中2条主干都被鹿给扯光了，只剩下1条主干了。这2条呢，我还做了一些芽接，看看能不能长出来吧。这棵树呢，要恢复起来也要费个1年2年的功夫了。这一棵去年长了1年的李子树，现在看起来还不错，长出叶子之后呢，后来还开了20-30朵花。这是家里边原来的那棵大一点的柿子树，仔细看看的话呢，还是有发芽的。这是苹果树，现在也已经有花苞了。这是另外一棵富士苹果树，也是长满了花苞。其实从远处看呢，这些苹果树还是挺小的，因为才种没多久嘛。不过即便是这么小的苹果树，还是结满了花。这棵稍微大一点的黄元帅苹果树也有一些花苞开始开了。这是水蜜桃的花都已经谢了，很快就要结小桃子了。这是另外一棵主干型的水蜜桃。看看上边还有一些这还没有谢的花。这棵蟠桃树上面的花也已经都落掉了。这边这棵杏树也是花早早的就落下了，因为杏树开花是最早的了，所以落的也早。这是另外一棵杏树。这大菜园里边这一排，这棵樱桃树后边也都是今年3月初的时候新种下的树。这棵樱桃树呢是去年种下的，现在春天也都早早的发芽了。这种甜樱桃呢，这边建议是留主干型的，所以我就按照建议留主干型了。像是那种色樱桃，就是普通的樱桃呢，可能就是留开心型的会好一点。看这棵樱桃树还开了一些花，这是另外一棵甜樱桃 Rainier Cherry， 这一棵现在就是一个光杆，但是上边的芽子都发出来了。等它长长吧，这个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。这棵甜樱桃是 Black Republican Cherry， 这棵上边是长了不少的侧枝的。这种呢，也可以把这些侧枝留3-4个芽点短结一下，但是这么小的树其实不处理呢，目前问题也不大，因为这些侧枝本身长的长度也不是特别长。我省事儿的话就先不管它了。这后边这3棵呢是今年新种的枣树，这一棵是蜜罐枣，枣树的发芽也是比较晚的，现在还没什么动静。这一棵高度大概是有70-80厘米吧，也还行，所以我就不动它了。如果嫌高呢，可以稍微的给截短一点。这边这一排是去年春天的时候种的枣树，这些枣树当初跟刚刚看到的那种光杆是一样大小的，长了1年的时间就长这么高了。其实枣树要是长起来呢，还是挺快的。看看这些分枝都是去年1年的时间长出来的。这边的蓝莓树上面已经是开满了花苞了，这些蓝莓应该是能结不少的。这些果树呢，我暂时还没有给它弄上自动灌溉，因为它分布的比较广，然后也有草地在这儿。如果给铺管子的话，也比较麻烦，铺的面积太大了，而且后边要是割草的时候，那些管子还是影响的，除非给埋到地里边，工程量太大，所以就先手动的弄弄吧。将来如果这些树长大了，其实就没那么麻烦了，浇水就浇的次数比较少了。旁边的这些黑麦的覆盖作物，我其实也可以再让它长得再高一点，再给它踩倒，这样的话它益草的能力就会更强一些。另外就是这些新种的小树的根部呢，还要再铺一些麦秆，
周围可能再铺一些碎木屑来给它保湿抑制杂草。其实种树呢比种菜还是要轻松一点，但是早期的时候，尤其是小树的时候，要做的事儿还是挺多的。然后后边长大了之后呢，还要涉及到剪枝啊，还有给它打药防病虫害啊。这些工作也是不可以缺少的。将来结果之后呢，如果要想把果实给保护住，给它套袋做保护呀，也是需要花点功夫的。我这边呢，再过上2年，等这些树都长大之后，那我有机菜园到生态果园转变的目标，可能基本上就能实现了。到时候这20来棵树，再加上原来菜园里边已经有的将近20来棵树，那一共有40多棵树了就。这些树的周围现在下边长了草，我到时候拿割草机割一割，然后基本上到4月底或者是5月初的时候，我就都给它种上毛豆了。后边除了种够足够我们吃的蔬菜之外，其他的蔬菜呢，我就种那些既能当覆盖作物，又能有收获的，而且最好是还能够容易保存，比如说冷冻起来。所以像是毛豆啊、豌豆啊、荷兰豆啊这些豆类，还有包括蚕豆，其实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当然，像是糯玉米、甜玉米，肯定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咱们先来看看4周前修剪的果树，现在经过4周的时间都长成什么样了。这一棵是当时的普鲁特，看看上面又发出了好多的枝芽，长势还是不错的。这一棵呢是向心李，当初剪的是比较秃的，打算是重新冒芽，留成自然开心型的。看看现在上边的芽子基本上都已经长出来了。下边呢，也因为我们剪了枝，冒出了好多的芽子。像这种非常靠下的芽子呢，后边是不需要保留的。再来看看这棵白桃树，白桃树呢，当初把那些侧枝都给它剪掉之后，留了这样一个分支，因为它的位置还有长的角度都不错。这边还留了一个小一点的枝子，现在这2个枝子上又发出了好多的新枝。看看当初预留的，像这种小的芽点，这也都又重新长出来了。回头呢，可以把这个枝稍微拉一拉，这样的话它的角度就可以增大了。下边还冒出了好多的枝子，太靠下的呢也是可以就不要它了，直接抹掉就行了。这些枝子呢，我就让它继续生长，等到这个生长季节过后，我们冬剪的时候，这些枝条基本上也都长到位了，到时候再选出3到4条合适的枝干，给它留成自然开心型。这边还有一棵黄桃树，看看上边这些芽子冒的，这些，这是当初留的那个小枝，给它短结的，这儿也都冒出来了。看看下边各个方向的都有，这样的话到冬剪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好多的枝条，肯定是能选出方位还有角度都不错的了。再往下看呢，下边其实也冒出了好多芽子，这些从下边冒出的芽子呢，就及时的给它掰掉就行了。如果不好掰的话，就用剪刀给它剪掉。看看下边这样就干净了。这是那棵大五郎山楂树，移栽的时候树比较小，树形也是不错的，所以就没给它处理。看看现在也是长势不错，而且还开了好几朵花，新的芽子也都长出来了。这是那棵亚洲梨树，看看顶端这种芽子已经发出来了，长势还是比较旺盛的。旁边还发出了这种小的这种枝条，下边还有，然后它下边这里还长了一个小梨，这种小梨呢我们就没必要保留了，给它掰掉就行了。这样的话就不影响养分的吸收了。下边还有一些，像这种特别靠下的也是，这种没必要保留，就给它掰掉吧。旁边是另外的一棵更大一点的Atago 的亚洲梨，近点看一下，这是顶端的这个主枝，下边一点的侧枝，这还有好多。所以这样修剪之后呢，不仅这些芽都冒出来了，而且后边可选择的枝条的余地是特别的大。像这种呢是当初短结的，看看这些芽子也都又重新冒出来了，这个也是。这种枝条呢，经过一个生长季，到冬天的时候，应该是能长得比较壮一些。这种最下边的小枝就不要它了。看看这棵上1年的亚洲梨树，也是被鹿破坏的那一个，看看上边的新枝新叶也是长出了不少。这李子树也是，才过了1个月时间，就已经长得枝繁叶茂的了。再过一阵子，得给它做点下剪的工作了。这柿子树也又重新的发出芽来了。上一次早春的时候发出的那些芽都被倒春寒冻死了，不过现在新发出来的长势也还不错。这苹果呢，花基本上全都谢了。看看上面小苹果都已经长出来了。也就是4周的时间呀。这些桃树也是落了花之后呢，树上的这些小桃子一进入5月份就开始快速的膨大了。
这棵是蟠桃，看看上面的小桃子已经有这么大个了。远处的2棵水蜜桃长势也挺旺的。这些杏树的新芽新叶也是长出了不少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之前的那些花儿还有长出的小果子，基本上全都被稻虫寒给冻死了。今年又是杏颗粒无收的一年，这蓝莓基本上花儿也快谢光了，果子都开始长出来了。这黑莓的芽点上，它的花苞也都抽出来了，就准备着开花了。像这样，这桑树的叶子呀，也都长出好多了。这种新枝新叶长出来之后呢，桑果也是伴随着它们一起都出来了。今年比较值得欣慰的是，我这2棵山楂树终于是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开花了。现在呢，花基本上已经快要谢了，准备开始挂果了。这次4周后的生长状况，这些小树苗在移栽修剪后发出了很多芽，叶子也都是很健康，整体看起来长势相当的不错，基本上可以证明一次修剪到位，不会影响根系的生长了。